大家好，时隔6年，习近平对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达成了36项成果，这对两国及东南亚都有好处。特别是双方签订了影响深远的双方接轨标准轨铁路协议，对今后泛亚铁路在中南半岛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耐心似乎得到了回报。比起菲律宾那种4年换届领导人的选举制国家，越南的政治比较平稳，有利于双方推进共同项目。之前坊间有传说，由于日本迟迟无法帮助越南修建南北高铁，被日本人放鸽子。眼看着印尼的高铁比越南规划得晚，但现在都正式运营了，越南急了呀，于是又想起了中国。前些日子，越南高层几次专门来中国做了长时间的调研学习，参访了中国高铁制造企业。但本次习主席访越，目前并没有达成修建越南南北高铁的协议，连个备忘录都没有。显然，双方还没有谈成，可能越南继续做着使用日本技术的黄粱美梦。其实，中国也不用急。如果他找日本修建南北高铁，即使是时速200公里的准高铁，日本方面给出的完工时间是2050年，实际的时间肯定还会延后。这么说，越南还要面对30多年到40年的交通瓶颈，到2050年，黄花菜都凉了。中越能合作当然是双赢，但人家越南对中国一直有戒心，而且戒心很重。另外，跟美国走得很近，所以一定要提防南边这个邻居。我觉得还不如把中老铁路升级成真正的副线高铁。目前中老铁路只是单轨，而且时速只有160公里，把它打造成干线样板工程，让其他国家看看与中国合作，他们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越南3心2意，就先把它晾在一边，所以对越南的非分要求绝不能松口。另外，即使与中国合作，中国帮他修高铁，也绝不能出口核心技术。总之，对越南要留一手。另一方面，帮越南提升基础设施，部分也等于培养了竞争对手。怎么去拿捏这个度？我想中国高层肯定比我们这种小草更懂。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中国这边本月已经建成了到越南边境的中国城市东兴的高铁，就是说中国的高铁已经通达越南边境，这也算是给越南一个信号吧。南宁到崇左的高铁也已经开通，离凭祥的友谊关也仅1步之遥。越南交通运输部最新表示，越南将在2030年开建全长1545公里的南北高铁，要求设计时速为350公里。目前当然还没到宣布将采用谁的技术，但2战以来一系列事件表明，谁跟美国、日本等国家混，谁将成为牺牲品。看看印度的高铁，以及看看越南现在的处境就知道了。对习近平访越，德国媒体也给予了较大关注。今天咱们破例翻译德国左派媒体《青年世界》的报道。越南加强与北京的关系，习近平在河内举行会谈，扩大贸易与合作。配图说明，在河内举行重要会谈，中国代表团周3访问河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访问越南的2天时间里，共签署了36项合作协议。据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英文版报道，此次访问重振了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预计这将把越中关系推向新的高度。德国之士说明，我觉得该报道有误，没有《人民日报》英文版，只有《中国日报》英文版，所以这里应该是《中国日报》China Daily。我们继续往下。这么说的背景是美国总统拜登3个月前对河内的访问，在那次访问中，越南与美国缔结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与中国同等的水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由此再次表明，它奉行的是独立、自主和多样化的外交政策。然而，在中国，这也很可能引起对越南与美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担忧。据越南国家通讯社 VNA 报道，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会见习近平时强调，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并表示感谢中国人民
对越南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习近平还肯定了越南在阮总书记领导下实现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目标。习近平在会见越南总理范明政时表示，双方应警惕和抵制任何扰乱亚太地区的企图，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共同确保良好的外部环境。双方公开讨论的分歧主要涉及南海，越南称东海的争端，这涉及两国以及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沙群岛。据越南通讯社报道，双方强调需要更好地控制和积极解决分歧，以维护南海和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据中国新华社报道，越南代表还强调，这些问题应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他们间接地提到了美国，因为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让周边国家反对中国。现已缔结的中越两国的协议涉及广泛的不同的领域，双方计划在国防、安全、基础设施、交通、农业、旅游、卫生、教育、培训、体育、科技等领域开展联合项目。越南还希望进一步促进合作，将其作为中国基础设施积极攻势新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中国和越南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是越南的第二大进口市场，而这个南部邻国则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希望增加从越南的农产品进口，尤其是水果，因此河内希望到2023年向中国出口价值10亿美元的榴莲。据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统计，今年前9个月，越南对华果蔬出口额已达27.5亿美元，同比增长160%。新华社在谈及此次会谈时写道，现在宣布建立的中越共同体有望为两国带来更大的利益，并为本地区及周边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好，朋友们，我们接着看看法兰克福日报的报道。这不是法兰克福汇报，这家日报的报道角度与前面的左派媒体青年世界不太一样。炙手可热的越南，这个新兴国家如何成功游走于中美之间？蓬勃发展的越南，这个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3年都访问过的唯一国家。这个国家保持中立，炙手可热。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对共产主义国家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谈论民主国家印度的人权受到侵蚀，这似乎有点离奇，但事实正是如此。拜登在9月从新德里的 G20 峰会直接前往河内。由于印度总理莫迪拒绝了与拜登的联合新闻发布会，拜登利用在越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出了警告。拜登在河内之行中与越南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称赞这是伟大合作时代的开始。中国国家元首访问越南，习近平谈共建未来的命运共同体。本周轮到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访问河内，因此也是拜登的地缘政治同行。习近平强调了共建未来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并引用了他自己的全球政治倡议。他希望通过这些倡议，在善意伙伴国的帮助下，改变全球秩序，使之有利于中国。配图说明，习近平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强调了两国之间的亲密友谊。然而，河内与华盛顿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在习近平的国事访问期间，中国签署了36项协议，其中包括作为新丝绸之路一部分的中国至越南铁路线融资、联合海上巡逻以及促进双边贸易的3年计划。越南是所有国家的战略伙伴，河内与美国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使越南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2023年同时接待拜登和习近平的国家，这与越南的不结盟战略不谋而合。河内不想被华盛顿或北京拉入各自的阵营，而是希望从与双方的关系中获益。一方面，河内正在与美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国际外交中最亲密的联盟。其次，越南本周加入了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越南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半个世纪前，越南曾与这两个超级大国交战。
越南与美国的战争被称为美国战争。战争结束后，越南于1976年成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3年后，越南与所谓的兄弟国家中国进行了一场血腥的边境战争。时至今日，越南仍然对其北方的大邻国充满不信任，尤其是因为两国正在争夺南海的岛屿。越南经济发展迅速的1亿人口大国。越南是一个濒临南海的狭长国家，上起中国边境，下至东南亚，人口接近1亿。这个国家已经从越南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经历了快速发展。如今人均收入高达$4000。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国家，如今已与150个国家建立了商贸关系，并签署了多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与欧盟的协定，因此也间接与德国签署了协定。联邦外贸机构德国贸易与投资署 GTAI 在其最新的国家报告中写道，越南目前正从许多东亚和西方公司的中国加1战略中受益匪浅。1年前，联邦总理奥拉夫·肖尔茨率领一个大型商业代表团访问了越南，以促进更多合作。当时在河内，德国总理强调，德国需要拓宽销售市场、供应链、原材料来源和生产基地，与越南的合作在这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越南在中美之间的成功抽签政策，与中国一样，越南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样实行列宁主义的政府体制，但这似乎并没有困扰任何人。这与北京打交道时的情况不同。德国贸易与投资署只是把政治体制可能变得强硬作为在越南做生意的公司声誉面临的风险因素之一。越南本身在外交政策中采取务实的行动，迄今已成功的与相互竞争或冲突的国家建立了平等的关系。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阮富仲在2016年首次将这种平衡称之为主子外交，这源于越南常见的主子职务的特性，即坚韧顽强又灵活多变。游走于中美之间的越南，河内自己选择朋友。拜登访问越南后不久，越南国家主席武文长于10月访问了北京。中国国家元首在北京指出，中越两国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和兄弟情谊，两国都应将双边关系视为各自外交政策中优先事项。这是否是在暗中警告不要与美国或其盟友走得太近呢？德国知识说明，因为是翻译，我不确定越南国家主席是不是武文长。网上资料显示，越南国家代主席叫武氏应春。好，我们继续往下。越南坚持自己的路线。11月底，越南国家主席武文长在对东京进行国事访问时，还与日本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果北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北京并没让人有所觉察。习近平还是访问了越南。好，朋友们，最后我们看看德国最重要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如何报道习主席访问越南。但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这篇报道是习主席访越前刊登的，之后没见到有跟进报道。习近平如何争取越南站在他这一边？中国国家元首和党的领导人访问越南，他希望深化与越南的关系，以便达到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的目的。中国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习近平6年来首次访问越南，他希望改善与这个最近与美国走得更近的国家的关系。直到9月，美国总统乔拜登才在越南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河内政府因此给予了美国与其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国同等的外交地位。在此次访问之前，习近平曾宣布越南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据中国新华社报道，他期待在访问期间将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为期2天的访问于周2开始，首先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了会谈。阮富仲是越南最有权力的党领导人，其作用相当于中国的习近平。双方计划在周3举行进一步会谈，并签署多项协议。预计越南将宣布加入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越南寻求与美国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这是中国试图建立一个中国特色圈子的一部分。
在对抗在北京看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和价值观。迄今为止，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已加入这一构想。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越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亚洲的未来掌握在亚洲人手中。”河内正在推行竹子外交，即越南寻求与中国、美国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大国建立良好关系。除了外交，经济关系也将是此次访问的重心。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外国投资者。此次访问的目的是加强供应链的联系等等。中国希望加强越南与新丝绸之路的联系，越南希望向中国出口更多产品。澳大利亚越南问题专家卡尔塞耶说，习近平此行表明，东南亚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越南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在短短1年内接待过中美两国元首，并加深了与两国关系的国家。这说明越南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坊间对于习近平此次访越的猜测已有一段时间，这并非理所当然，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越南与这个邻国的关系一直不融洽。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入侵越南。此外，双方在南海的主权主张也存在重叠。中国声称自己拥有几乎整个海域，而越南则声称拥有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2014年，中国在越南专属经济区部署石油钻井平台后，越南发生反华抗议活动，数十家工厂被毁，数人丧生。德国知识说明，德国这家媒体的报道非常巧妙，虽然提及中国、美国与越南的关系，但只提及1979年的所谓中国入侵越南，但完全不提美国对越南发动的越南历史上最惨烈的被入侵战争，也没有提及当年在美国国内大规模反对越战的游行示威，更没有提及后来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惨败收场，灰溜溜的撤退。所以阅读西方媒体时，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从报道方式来看，各位有没有发现法兰克福汇报比较明显是站在敌视中国的立场进行报道的？好了，今天与大家分享了3家德国不同媒体报道习主席访越，可惜没有读者评论。好了，谢谢各位关注，我们下期见。